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家庭聚会上，所有亲戚都还以为我是一个拧螺丝的场妹。堂妹环抱双臂，用施舍的语气说她能在他们公司给我安排一份前台的工作。当她说出公司名字的时候，我淡淡一笑，心想这不是我的产业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今年春节我刚到家，大伯立马组织了一场家庭聚会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叫我一定要来。唐瑶，你在厂里拧了5、6年的螺丝，我们就有5、6年没见过。叔叔伯伯们还有你的堂兄姊妹们都很想你，就算混得不好也没有关系，大家常聚聚才能知道你有什么困难，好帮帮你。我心中冷笑，帮我？当初我跪下来求他们的时候，一个个拒绝的可都很干脆。5年前离家之后，我一直在外打拼，几乎没有回过家，和这些亲戚更是没有了任何联系。这次回来也是为了接我妈去京海和我一起生活。瑶瑶，你这次好不容易回来，咱们一定要聚聚。周六，济州酒店888包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大伯盛情难却，让我不得不应下了这场聚会。虽然这场聚会的目的我很清楚，他们不过是想看我的笑话，从我身上找点优越感，但我想着以后我也不会回来了，就当是一顿散伙饭。吃完我便和他们再无瓜葛，只不过我早就不在工厂里拧螺丝了。周六，我如约来到了济州酒店，刚进包间，10几双眼睛就齐刷刷地看向我，他们的眼神一点都没有变，带着鄙夷和审视。大伯率先从主位上站起来，喜形于色：瑶瑶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妈呢？我妈有些不舒服，就我一个人来了。其实我妈现在已经坐上了去京海的飞机，为了这场家宴，我特意将飞机改签到了凌晨。更何况我妈对当年的事情一直都很介怀，根本不可能可以坐下来和他们心平气和地吃饭。那瑶瑶，快找位子坐下，我喊服务员准备上菜了。刚坐下，耳边就响起啧的一声，是唐静茹，我大伯的女儿，一个极其拜金的人，从小就看我不起，我家穷，因此我没少挨她欺负。我余光淡淡地扫了她一眼，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小香风套装，一头金黄蓬松的头发随意散落，搭配妖艳的妆容，犹如穿着花袄的金毛狮王。她朝我翻了个白眼，嘴里嘀咕：穿得真土。我低头看看自己的穿着，卫衣加牛仔裤，干净清爽，还很舒适，说不上好看，但也绝对不土。自从瑶瑶她爸走后，我们和瑶瑶一家就有5、6年没联系过了。不知道瑶瑶现在哪儿高就？说话的是二伯，他是一个极其懦弱且无主见的人。当初我求他借点钱给我爸看病，二伯母一句不借，他就能眼睁睁看着我爸受病痛的折磨。我在京海做点，怎么还在京海？你爸走了之后，你就去京海的厂里拧螺丝，这都5、6年了。一身贵妇装扮的大伯母直接打断我的话。二伯的儿子唐宇接着嘲讽：你当初缺钱，找个厂里的工作应急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在厂里，你好歹也是个大学生，真是白读了这么多的书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我在京海做生意。坐在我身旁的唐静茹从鼻腔溢出一声哼笑，用施舍的语气同我说：我也在京海上班，到时候你来我公司，我给你安排一个前台的位置，虽然钱不多，但好歹体面些。是啊，瑶瑶，静茹现在在京海的千达公司做部门经理，男朋友还是主管呢，到时候静茹也能帮衬帮衬你。
大伯满脸得意骄傲。千达公司，这名字实在耳熟。我名下有一家公司，就叫千达，规模不大，但各个方面都很成熟，所以我直接交给了我的特助管理。大哥大嫂，我可真羡慕你们，生了静茹这么个好女儿，长得漂亮又有气质，现在还这么有出息，你们两个就等着享福了。二伯母羡慕地说道。大伯和大伯母谦虚地摆摆手，哪里哪里，我还羡慕你们家唐宇给你们生了孙子孙女呢。大家戴着虚伪的面具互相吹捧，时不时拉踩我几句做个乐子，简直无聊至极。这时包间门被推开，10几个穿着旗袍的美女端着精致的菜品缓缓走进来，还表演了一段绝美的舞蹈。舞毕之后，大家还沉醉其中。大哥，我要敬你一杯，请我们来这么高级的地方吃饭，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。四叔穿着并不合身的西装，一脸谄媚地向大伯敬酒。大伯神情愉悦，老弟，这种地方不算高级，静茹经常带着我来，更加高级的我都去过呢。四叔点头哈腰附和了几句，顺势拉起身边的女儿唐雅，谄笑道：小雅也快毕业了，到时候也想在京海找份工作，还请静茹多多照应着。唐静茹优雅地晃动着酒杯，随即抿了口酒，淡淡地说道：好说好说。唐雅端着酒杯特意走到唐静茹身边敬酒，以表感谢。眼尖他一眼就看到唐静茹放在桌上的车钥匙，带着谄媚大声问道：姐，你开的是大 G 呀？一阵艳羡声响起，唐静茹习以为常：对啊，都开了好久了，今年我还打算买一辆呢。唐雅一口闷了杯中的酒：我敬姐一杯，以后你就是我学习的榜样了，我也要像姐一样穿名牌开豪车。唐静茹笑得花枝乱颤，不着痕迹地看了我一眼。瑶瑶在厂里也打了那么多年的工，不知道有没有车。我平静地回答：那你开的是什么车？唐雅好奇问着。魏图汽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全场一阵爆笑。唐静茹掩着嘴笑：不奇怪，这牌子的车主打低端市场，你也确实是他们的目标用户。唐宇接着补刀：魏图汽车挺好的啊，近几年汽车市场中杀出的黑马，说不定以后还是高端车，那瑶瑶不就赚了？哈哈哈哈哈！我无奈地笑了笑，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。谢谢，借你吉言。他们笑得更大声了，还以为我听不出其中的嘲讽之意。可他们都夸我男朋友创立的汽车品牌是黑马了，那我不得喝一杯以表感谢。从我身上得到优越感后的唐静茹神情愉悦，得意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她斜睨了我一眼，指着面前的菜品同我说：唐瑶，多吃点啊，平时你都没机会吃到5星级酒店的饭菜吧。我看面前快吃腻了的菜品，笑而不语。其实我是济州酒店黑砖级别的客户，也就是最高级别的客户，基本消费了上百万。家宴进行到一半，经理按照惯例进来询问客人感受和意见。在我身边玩耍的小侄女软萌萌地指着菜单上的一道菜品，同我说：姑姑，我想吃这个。我看了眼，是济州酒店新推出开年大菜2龙戏珠。虽然我觉得这道菜味道一般，但是这么可爱的小团子想吃，我必须得满足。我打断经理的询问：经理，上一道2龙戏珠吧。我的声音并不大，却吸引了所有人目光，他们都带着玩味看我。唐宇率先乐了：乖女儿，你想吃应该找静茹姑姑，你这个瑶瑶姑姑可买不起。乖妞妞，不就是一道菜吗？静茹姑姑给。
唐静茹拿过菜单，看到价格要3888后立马噤声，但话已经出去了，大家脸上也充满了期待。为了面子，3888又能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坐在他身边，都能听见他咬牙的声音。那就上一道吧！众人欢呼雀跃，呜呼！静茹万岁！唐静茹挑了挑眉，又不是什么很贵的菜。再说了，大家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不得让你们尽兴啊！经理却面露难色，女士十分抱歉，这道菜只有金砖以上级别的客户才能点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您是第一次来我们酒店，所以消费级别还不太够。众人脸上的雀跃转瞬便由失落代替。唐静茹面子有些挂不住，拍着桌子朝经理发脾气：什么意思？我经常光顾你们京海的总店，你居然说我等级不够不能点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喊你们老板来，我要投诉！这账号全国店面互通，分明是第一次消费，却还不承认。经理看破不说破，只一个劲的道歉。我抿了口茶，淡淡说道：经理，那我能点1到2笼细猪吗？经理查询后发现我是黑砖客户，脸上大写的震惊。反应过来后，恭敬地弯腰朝我说：唐女士，是我们招待不周，2笼细猪，我现在就叫后厨给您插队制作。说完，经理就急匆匆地出去了。一桌的人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只是张着嘴面面相觑。唐静茹紧皱眉头，正要开口说话，唐宇抢先一步大声说道：唐瑶，你是不是用的别人的账号？我看网上很多人租用账号，本来还想解释一下来着，但仔细想想，完全没有必要浪费口舌。毕竟吃完这顿饭，我就带着我妈定居京海，再也不会和他们来往了。见我没有说话，大家更加笃定我是租借的账号，看我的眼神都透露着怜悯，好像我是一个可悲的可怜虫。大伯严肃地教训我：瑶瑶，这我就要替你爸爸管管你，为了出风头竟然租借账号。我不屑地冷哼一声，他有什么资格提我爸爸？6年前，我爸得了癌症，病情急剧恶化，病痛日夜的折磨，让我爸最后要求放弃治疗。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走得轻松点。医生告诉我和我妈有一种仪器能让我爸好受点，但是需要5万块。可前期的治疗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还欠下贷款。我和我妈一家亲戚的借钱，我记得我和我妈向在座的各位都跪下过，他们不仅不愿意借钱，还落井下石说花这么个钱不值得。最后钱没借到，我爸也在痛苦中离开了，走的时候还疼得皱眉头。我爸走后，我妈身体也不好，生活的重担全落在我一人身上。一天24小时，我1分1秒都不敢浪费，拼了命的赚钱。这些亲戚看我家穷成了那样，更是躲得远远的，还庆幸当初没有借钱给我们家，不然他们认为这些钱我肯定还不起。即使后来我赚了很多钱，我也常常遗憾，如果那时候有钱的话，我爸走的也许能舒服点。叮铃铃，电话铃声将我的思绪从往事中抽回，是男朋友沈却打来的。阿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的新车发布会能赶到吗？今晚凌晨的飞机，明早就能到京海，肯定能赶上。你一定要来，这场发布会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到场为你加油。那我等你，晚点聊，我还在家宴呢。我打了电话叫刘特助在门口等你结束宴会。好，拜拜。挂断电话后，大家八卦的视线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是不是男朋友？语气这么温柔，大伯母好奇问道。
我娇羞地点点头。有没有照片？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帅不帅？大家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，对我的一切他们都好奇极了。我在手机相册里翻找沈确的照片，可大多数都是他穿着工衣在工厂研究汽车部件的照片。唐静茹偏头凑到我身边，看清照片后，她发出了刺耳又尖锐的大笑声。瑶瑶男朋友长得可真帅，只可惜是个修车的，哈哈哈哈！唐雅也跟着笑得前仰后翻。修车仔配场妹，还挺和谐的，我也觉得有些好笑。沈确堂堂魏图汽车创始人，竟然被他们认为是修车小弟，这要是被沈确知道了，不得指着他们鼻子骂没品。我并没有做任何解释，一直保持着沉默，静静地看着他们拉踩。毕竟我也在生意场上混了这么多年，我很清楚他们的心思，无非就是想通过贬低我，以此获得优越感。更何况他们的嘲笑对我毫无伤害。叱咤山海这么多年，比这还难听，嘲笑我都听得多了。这时经理领着好几个服务员将二龙戏珠抬上了桌，众人惊呼：这哪是一道菜啊，分明是艺术品，简直巧夺天工！快拍个照片发朋友圈。拍完照后，大家看着二龙戏珠，谁都不敢下第一块。有人提议让大伯下第一块，他摆摆手，故作为难。众人起哄，今天要是没有我们老大哥，哪里能吃到这么好的菜？他笑了笑，也不再推辞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。他起身以上位者的身份夹下了龙头，大家这才陆陆续续地动筷品尝着这道菜品。而全场只有小侄女记得这道菜是我点的，礼貌地大喊：谢谢瑶瑶姑姑买的二龙戏珠。我朝小侄女温柔地笑了笑，其他人直接选择忽视，认为给我这样一无是处的穷人道谢会太掉面了些。酒足饭饱，且他们的虚荣心得到巨大满足后，宴会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唐静茹喊来服务员买单：女士，您这顿一共消费28888元。服务员微笑着柔声道。唐静茹皱眉看着账单，二龙戏珠可是他逞强要点的，这个他自然是在说我。服务员知道我是黑砖用户，恭敬地解释道：因为唐瑶女士是我们的黑砖客户，所以二龙戏珠是赠送的，并没有计入收费。唐静茹恶狠狠地瞪了服务员一眼，我刚刚要花钱点都不行，到他这里还能免费？你们酒店是歧视吗？服务员连忙道歉：女士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。唐静茹依旧不依不饶：你怎么没有这个意思？我跟你讲，我要投诉你。我看看的手机时间也不早了。刘特助也发消息问我结束了没有。为了不耽误时间，我便朝服务员招招手：你好，刷我的卡吧。服务员恭敬地接过卡，在刷完的瞬间，大家都噤了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这可是28888，大伯训斥我：这一顿抵了你半年的工资了，你抢着装老大干什么？这场局都说了我请，到时候大伯把钱转给你。这时刘特助又发信息催促我：老板，再晚怕赶不上飞机了。我平静地说道：大伯不用了。说完我大步朝外走去。酒店大门处，刘特助穿着黑西装站在车旁等我，一众亲戚走在我后面。唐静茹看见刘特助之后，直接超过我，一路小跑到刘特助跟前，毕恭毕敬：刘总，您怎么也在这里？刘特助没有理会他，准备上前叫我。唐静茹却拽着刘特助向众人介绍：这位就是千达公司的刘总，也是我的老板，特别厉害的一个人。
众人立马簇拥着刘特助，你一言我一语地拍着他的马屁。唐静茹察觉到刘特助看向我，便将我拉到他身前，介绍道：“对了，刘总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堂妹，是不是特别漂亮？而且她能吃苦，厂里拧螺丝的活都能干。方便的话，给她安排个前台呗；不行的话，保洁也可以。”刘特助眼中闪过一丝震惊，他压根不知道唐瑶是我的堂妹，但他依旧保持着专业素养，恭敬地朝我喊道：“老板！”唐静茹瞳孔瞬间放大，不可置信地看我，彻底僵住了。在场的亲戚们嘴巴张得一个比一个大，大伯的脸都涨成了紫红色，二伯母和唐雅捂着嘴不敢相信。老板，唐雨因为过于激动，声音都在打颤。我没听错吧？静茹的老板喊唐瑶老板，唐瑶不是在厂里？我淡淡的笑了笑，我可没说过我还在厂里拧螺丝。反应过来的唐静茹阴恻恻地开口：“唐瑶，你是不是玩我们？故意装穷，就是为了打我的脸吧？”我拍了他的肩头，我可没装穷，是你们不愿意相信我过得好而已。我正准备上车，唐静茹拉住我，依旧不肯相信，一副崩溃的样子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会是刘总的老板？你是不是傍大款了？刘特助上前拉开唐静茹，警告道：“唐静茹，你放尊重点，我们唐总白手起家，名下产业数不胜数，这些都是他靠自己挣来的。”刘特助，别废话了，赶紧去机场吧。我催促着，吃这顿饭已经够浪费我的时间了，再没工夫和他们拉扯。沈雀还在京海等着我参加他的新车发布会。唐静茹紧咬着唇，捏着衣角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满脸不服气地看着我离去。车内，刘特助时不时透过后视镜看我，犹犹豫豫，似有什么话对我讲。刘特助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有什么话是不能讲的？刘特助轻咳两声，老板，是关于唐静茹的事，她工作能力不高，仗着男友林浩是主管排挤拉踩同事，影响公司氛围，很多同事都向我举报了她。本来我打算年后将她裁员，但我也是今晚才知道她和您是，所以想问问您。我毫不犹豫开了，包括她的男朋友，这里面并没有私人恩怨，我单纯不允许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如果他只是工作能力差，但只要他是肯干，我都会将他留下。可他偏偏爱惹事，破坏团队，这样的人我是断然不能留。刘特助，好的，等过几天开工了，我照常公布裁员名单。我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，已经快要凌晨了，应该能赶上沈雀的发布会。手机微信弹出好几条消息，率先看到大伯发的微信：“瑶瑶，我把你拉进咱们的家族群里，以后我们可要多多联系啊。这个建了800年的家族群，在我富贵了之后才能得到入场券。”打开家族群聊，毫无意外，今晚嘲讽我的全变成了夸我的。瑶瑶真厉害，年纪轻轻就是大老板了。是啊，还全凭自己的真本事。我就说瑶瑶肯定会有出息，大家可都要向瑶瑶学习。众人不断发着竖大拇指的表情进行刷屏，前后态度180度的大转弯，还真是让我难以适应，仿佛刚刚在饭桌上对我嘲讽和藐视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唯有唐静茹一直都没有说话，通讯录中也出现了不少的好友申请，其中包括了唐静茹、唐雨、唐雅等人。唐静茹更是一连发了好几条申请：“瑶瑶，请你通过一下我的申请吧。”我关闭手机，直接忽略。曾经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
我也用最卑微的姿态去添加过他们的微信，可他们对我避之不及。以前加不上的微信，现在更没有必要加了。第二日一早刚下飞机，我就直奔沈确的发布会现场。好在准时赶到了。沈确穿着笔挺的西装，长身玉立，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介绍着魏图新车的功能以及理念。我在第一排的 VIP 位置朝他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，他淡淡一笑，表示收到。在发布会接近尾声时，全场灯光骤灭，大家不明所以，纷纷询问是不是停电了。这时台上亮起一束光，沈确站在光里，眉眼盈盈地看向着我。曾经的一个下雨天，我自行车后座的女孩只愣愣地看着坐在小轿车里的人。我问她是不是很羡慕，她冻得瑟瑟发抖，笑着说不羡慕。那时我立志要让她坐进温暖的小轿车里，这也是我创立魏图汽车的初衷。在她的鼓励和陪伴之下，我终于有了小轿车。现在我想问问那个女孩，愿意坐进我的副驾驶吗？我心跳漏了半拍，怪不得沈确一定要我出席她的发布会，原来她是要求婚。沈确走到我身边，聚光灯打在我们身上，他拿出戒指，单膝跪地，你愿意吗？我激动地点点头，现场一阵欢呼。在媒体疯狂的闪光灯之下，沈确毫不犹豫地吻上我的唇。不一会儿，我和沈确就登上了热搜，收到了广大网友的祝福。魏图汽车也因此股价大涨。大伯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，我都没接。家族群里也在不停地艾特我。原来瑶瑶的老公是魏图汽车的老板啊，那我们是不是也算和魏图的老板是亲戚啊？瑶瑶恭喜啊！什么请我们喝喜酒？还是瑶瑶有出息？群里无非是阿谀奉承和攀附的话，虚伪到了极点，让我感到恶心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，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我退出了群聊，将手机关机，和沈确回家，好好的享受着独属于我们的二人世界。1个星期之后，刘特助直接找到我家，神色慌张。老板，唐静茹知道自己被裁员后，带着他爸妈在公司要死要活，吵着闹着一定要见你，不然就死在公司。我无奈地摇摇头，披上外套，准备去看看唐静茹到底在闹哪一出。沈确拉着我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安慰道，放心，对付他们我一个足够了。我只是不想让沈确被他们恶心到。刚到公司门口，就听见一阵叫骂：唐瑶，你公报私仇，凭什么开除我？我要去告你，你个贱货，就是靠着男人上位的婊子。我一路走进办公区，地上一片狼藉，歪七扭八的椅子和满地散落的文件，电脑也碎了好几台。唐静茹带着大伯和大伯母乱砸乱叫，员工们都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怕被误伤。够了！我厉声喝止。唐静茹见到我，直接扑到我身上，拉扯着我。学了这么多年的柔道，也终于派上了用场。3两下，唐静茹就被我单膝压制在身下，疼痛感让她不停地拍地求饶。人群中议论纷纷，这就是我们的大老板。我还是第一次见，简直太飒了。对付这种极品无赖，就该以暴制暴。大伯和大伯母见唐静茹落了下风，想冲上来帮忙，直接被刘特助拦下了。我膝盖碾在他的后背上，一点一点用力。唐静茹，你怎么就不能学学你的男朋友林浩，体面的离开不好吗？非要闹到这种地步。他趴在地上，疼得嗷嗷直叫。大伯焦急地指着我大骂：唐瑶，你放开静茹，你简直太冷血了，她可是你妹妹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你现在飞黄腾达了，
就迫不及待和我们这些穷亲戚划清界限吗？我转头冷眼质问他：一家人？当初我求你们救救我爸爸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一家人？我在厂里打工的时候，你们怎么都躲我，躲得远远的，不说是一家人。现在我赚钱了，发达了，才想起是一家人。你们这是想赖上我？被质问的大伯气得满脸通红，胸腔剧烈起伏，颤抖着：你这样黑心的人，总有一天会有报应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们绝对不会赖着你。我也郑重地告诉你，你正式被唐家除名了。我们唐家没有你这样的人。我不禁笑起来，求之不得。我将唐静茹松开，警告道：今天的事情我不会报警追究，你为什么被开除应该心知肚明。开除的补偿我会按照法律一分不少的给你。要是你们以后再来找麻烦，我绝不手下留情。呸！唐尧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你就等着吧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以前一样跪下来求我。唐静茹放下狠话，口舌之争并无意思。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嚣，而是示意保安将他们3人赶出去。原以为经过这件事情后，大家已经将脸皮撕破，之后想来也不会再有任何瓜葛。只是没成想，唐静茹对我的恨意如此之深，不惜去触碰法律。她在离职之际窃取了公司的机密文件，倒卖给了对手公司，一夜之间让我方公司损失千万。上次他大闹了公司一场，我就放过他一马，可这一次我不可能会手下留情。看着办公桌上刘特助收集来的证据，我拨通了报警电话。由于刘特助收集的证据十分齐全，警察审理核证的时候效率也提高了很多，很快就将唐静茹抓来审问。正巧在做笔录的我碰见了他，他比我想象中的淡定，甚至还有些神清气爽。唐尧，最近还好吗？损失应该不小吧？一想你为千达焦头烂额的样子，我心里就特别爽。1000万的损失确实不小，可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。你不惜触碰法律，就为了让我焦头烂额吗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这么恨我？我十分不解。要说恨，也应该我恨他们才对。唐静茹咬牙切齿瞪着我，我就是看不得你过得比我好。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你配吗？我无奈地摇摇头，心中不禁为他感到悲哀。面对警察的询问，他十分配合，没有任何掩饰和辩解，甚至还嫌弃流程走得太慢。你们这些人办事效率这么低，早一天让我坐牢，我也好早一天出来啊。就连大伯和大伯母都没有什么激动的情绪，直觉告诉我不对劲。但直到判刑的裁决书下来了，他们也能平静地接受，包括唐静茹本人。而我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后，自然不再过多地关注他们，生活逐渐恢复平静。2个月后，大伯母特意在公司楼下蹲我，起初我并没有认出他，是他先叫住的我。短短2个月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变得更加苍老，眼中也满是痛苦绝望。扑通，他毫无征兆地跪在我面前，痛哭流涕。我知道没有脸面求你，如果不是走到绝路，我也不会来找你。我有些疑惑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还是将他扶起来，仔细询问发生了什么。他泪流满面，静茹他爸突发心梗，现在躺在医院里不省人事。静茹又在服刑，家里已经没有1分钱了。那群天杀的平时将一家人挂在嘴边，真有难了，他们简直比石头还冷漠。当年我没有帮你，是我们的错。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你当时的绝望了，现在也是后悔莫及啊。瑶瑶，代伯母求求你，救救你大伯吧。说完，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
犹如在抓救命稻草。因果轮回，善恶有报。本来我以为我会感谢老天有眼，然后再和当年的他们一样狠狠地落井下石一番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看见大伯母卑微祈求的眼神和我当年一模一样，正因为我曾经经历过，我才懂其中的绝望与无助。我来到医院看大伯，他全身插满了仪器，看着十分可怜。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大伯母擦了擦眼角的泪，说起来是我们太蠢了。其实静茹去窃取机密都是她那个男朋友林浩提出来的，林浩早就有那个想法，加上当时静茹嫉妒你，一时冲昏了头脑，林浩还承诺倒卖机密的2000万会全给静茹，并且等静茹出狱了就和他结婚。可静茹进去不到1个月，林浩就带着钱跑了。他爸一下受不住，就这样了。说完，他已泣不成声。怪不得当时他们那么淡定。唐静茹想着，只要坐几年牢，就能财富自由，收获爱情，还能恶心我一下。他还真是天真愚蠢，亲手将自己送上了绝路。医生说，大伯这种情况不做手术，99%的死亡率；做手术也只有10%的存活概率。我果断选择手术，并支付了所有的费用，并不是因为原谅了他们，而是因为这是一条人命，我不想让自己的良心过不去。至于能不能活下来，就是他的造化了。很不幸，大伯没有成为那10%，最终还是离开了。葬礼上，所有的亲戚都出席了，他们看起来并不悲伤，反而聚在一起谈笑风生，偶尔在外人面前感慨2句，假模假样的擦擦眼泪。后壁葬礼结束后，戴伯母双眼红肿，握着我的手：“谢谢你，唐瑶，我没想到最后会是你帮的我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以示安慰，随后问道：“发生的一切，唐静茹知道吗？”他摇摇头，还不知道。我打算过几天去看他，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，也一定会和他说你对我们的帮助。我并不是想要他知道我对他家的帮助，也没有想过要他对我感恩戴德，只是他是一个成年人，应该知道自己犯的错带来的后果，应该带着这些痛苦反思忏悔。看着大伯母单薄离去的背影，实在是可怜。我没有问他今后的打算，也并不关心，能帮他，至今我已是仁至义尽。毕竟我爸的事，我一直都没法释怀，更做不到原谅他们。后来，唐宇和唐雅他们在组织家宴聚会，极力的邀请我，但统统被我回绝。这样畸形的亲缘关系，早就该断绝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